贝吉特正准备单杀天使莫吉托，却被天使克斯偷袭，断了一条胳膊。贝吉特躲进一个山洞里，正满头大汗的杵在那儿。他身后正是那俩阴魂不散的双子天使。贝吉特在心里暗骂：这俩货估计全程开了全图透视，自己现在这血线和蓝量硬刚，纯属送人头。贝吉特右手搓起了一团能量球，反手朝天使扔过去。克斯嘴角歪到了天上。神を撃つ者よ、こんなかすった攻撃で我々の業を取っておったら。结果下一秒，光波直接拐弯冲向半空，结结实实的轰在了洞穴天花板上，直接把承重墙给干碎了。整个洞穴瞬間塌方，无数巨石劈头盖脸砸向两个神明。贝吉特趁乱双指往额头一搭，瞬间移动走起。走之前还不忘嘲讽：陰険な奴らめ、土に埋もれてろ！この時間稼ぎで切れた腕を取り戻すには十分だ。究极贝吉特闪现回了冰冷的太空，眼前正漂浮着断臂。贝吉特乐开了花，多亏了这太空里没氧气，胳膊还是8成新，找个奶妈随便奶一口，分分钟接上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毁灭光波正从下方出来，距离太近，贝吉特根本躲不开，直接被强光吞噬。光芒散去，贝吉特没有受傷，结果回头一看，那道光波的真正目标是他那条断臂，连带着时空戒指也一起成了宇宙尘埃。誰だ？一体誰がやったんだ？出てこけ！出手的正是远处的莫吉托。克斯疯狂吹捧老弟，这波盲狙太帅了，这傻子早该知道，只要咱们在，他插翅难飞。莫吉托更是虾仁诛心，这货现在蓝量见底，又成了独臂大侠，也就是个第7宇宙的下等猴子罢了。克斯收起笑容，提醒道：老弟，你悠着点，他马上就会下来找我们拼命了。たとえ片腕しか残っていなくても、お前たち2人を灰にしてやる！下方的莫吉托脸色微变，这疯子想干嘛？他这点蓝量难道想自爆？克斯皱起眉头，赛亚人临死前的反扑不容小觑。贝吉特单手疯狂压缩着体内最后的一丝破坏能量。俺はベジットだ！たとえ命を落としても、この銀河諸国を道連れにしてやる！巨大的破坏球成型，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砸向克斯和莫吉托。两位天使立刻调动神力，准备抵挡着灭星一击。但就在破坏球脱手的瞬间，贝吉特的嘴角勾起了一抹极其狡黠的狂笑。那颗巨大的破坏球刚扔出去，竟然自己引爆了。但爆炸的目标根本不是天使，而是周围的空间屏障。狂暴的破坏能量和贝吉特身上残存的时空戒指碎片发生剧烈反应，硬生生在宇宙中撕开了一道狂充满乱流的时空大裂缝。莫吉托吓得赶紧用天使之力护体，挡住空間撕裂的吸力。跳进这种乱流里会被撕成碎片的。狂风中，残血的贝吉特身体失控地向裂缝深处坠落。今日奪われた腕、必ず後で倍にして取り返してやる！裂缝瞬间闭合，莫吉托气急败坏，竟然被这猴子耍了。穿过传送门，贝吉特一落地就忍不住自嘲，竟然被2个天使逼得这么狼狈。幸好老子命大，但现在手也断了，维兹的法杖也用不了。他抬头看去，这是一处阴暗的洞穴，周围散落着各种高科技仪器的残骸。他满脸问号，什么鬼？难道我穿到遥远的未来了？山洞外面，格罗博士气喘吁吁地冲到一个巨大的金属门前，他疯狂在密码锁上一顿输入，大门轰然开启。这老登一边兴奋地往里走，一边盘算：孙悟空，这次是我赢了，只要我苟在这里不发出声音，赶紧把17号和18号唤醒，绝对能反杀。正当他做着美梦的时候，一抬头，实验室正中央杵着个浑身是血的独臂猛男。贝吉特也愣住了，这是格罗博士，我这是穿到哪了？格罗博士绷不住了，悟空那帮人蹲我也就算了，这随便蹦出来个路人甲，怎么也能叫出我的真名？这不科学啊！老登强作镇定，赶紧启动左眼的微型电脑扫描贝吉特，结果全屏问号，查无此人。老登看了眼旁边没开封的17号和18号休眠舱，心一横，他爆发出单身几10年的手速，按下了唤醒按钮。贝吉特在旁边看着，死去的 DNA 突然攻击他。原来现在的时间节点是人造人开篇呀！贝吉特捂着断臂，在心里疯狂骂娘。本以为能穿到一个和平宇宙，找布尔玛借个龙珠许愿回血，结果掉进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纯属浪费时间。但下一秒，贝吉特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格罗博士可是个绝世天才啊！这老登绝对能给我重塑一条能源源不断提供无限能量的机械臂。另一边，格罗博士还在那命令17号和18号把贝吉特干掉。话音刚落，17号一记势大力沉的回旋踢直奔格罗博士的脑袋，贝吉特闪现入场，单手挡下17号的致命一击，格罗博士吓得差点尿了裤子。17号，裏切り者め、俺を殺そうとするなんて！贝吉特死亡凝视盯着17号，
今はまだだ若者。お前の反抗心は悪くない。だがこの老人を使い倒すまではおとなしくしておけ。分かったか？ G、 よく聞け。新しい腕が必要だ。お前が自分の手に作れ。俺を人造人に改造しろ！此话一出，在场的3个人造人当场石化，大脑直接宕机。